2008年的宁浩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：继续照搬疯狂系列，还是跳出舒适圈？毕竟只有100分拷贝的《疯狂的石头》赚了3000多万票房，《疯狂的赛车》更是突破1.3亿，在商业上无疑是成功的。但在宁浩心里，创作和表达欲很低，徒有技术，没有灵魂。他想到拍摄绿草地时发生的事，草原上的人对契约精神很蔑视，常常拍着拍着突然就不拍了，觉得不好玩就走了。于是他想，契约精神或许只是城市才需要的。人是具备动物属性的，动物属性首先是邪恶，是索取；社会属性是善良，是付出。这也成为他拍摄无人区的初衷。谈谈人性，例如影片中利欲熏心的诡辩律师潘潇，明明有机会逃走，为何会返回去救人呢？在1对3毫无胜算的情况下，他正是抓住人性的贪婪，离间了偷猎团伙。他先说詹铁军是警察的卧底，但买家还算理智，并未上当。警察在哪里呢？就你一个人，你还抓我来了？你还真的把我当哨子了？李建基啊！直到潘潇拿出昨晚黑老大报警的证据。你上那个车，重拨一遍卫星电话。你看警察来不来？这是110。马东，我说你来的真迟，你敢骗我？你还真他妈是个傻子！三人乱作一团，打成一片。趁乱，潘潇跑过去救人，把土埋半截的娇娇挖了出来，拿着现金和鹰隼准备逃走，这是为他们定罪的证据。却不想那边的老大已经解决了战斗，一枪打在木门上，两人撒腿就跑。老大开车追了上来，犹如挣脱牢笼的洪荒巨兽。黑老大满眼怒火，不撞死二人誓不罢休，两人只好分开跑。老大来追潘潇，他跑着跑着吐出一口鲜血，拨开老大的撞击，这才发现刚才的子弹打中了他，他倒在了地上。娇娇来拉他，却怎么也拖不动他。眼看老大加大油门撞了上来，峰回路转，一辆大卡车撞翻了黑老大，直直的将他推出去数十米。这一幕仿若开头黑老大撞翻警车，撞人者人很壮之，在无人区里，弱肉强食是不变的残酷法则。来人正是为兄复仇的货车司机。总裁，去让你放菜啊！司机给他点上根烟，将潘潇的打火机还给了他。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一笑泯恩仇。可就在他起身时，被冷枪一击毙命。原来老大还没死，这回死的就是他们了。就在老大要对娇娇动手之时，一声鸟叫划破长空，是潘潇放走了老大的鹰隼，接着把交易金扔进火里，逼黑老大放了娇娇。潘潇身受重伤，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，便让娇娇出去后告诉大伙真相。老大对于潘潇的做法很不理解，他明明能跑掉，回去开他的新书发布会不好吗？为何会回来搅局？潘潇说你不会明白的，你又不是人。老大一听就火了，你应该看着他死。他将潘潇塞进车里，他要让潘潇眼睁睁地看着娇娇被汽车撞死。